看一下这个背景墙，这个电视做了个嵌入式的，这个效果非常好。关键是这个电视呢比较大，80多寸。这个电视机呢用的是伸缩电视挂架，这个电视挂架说是花了1800，不过我是来看热闹的，我今天来装不是装电视的。电钻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主工小米，我是来装电动晾衣架的。这个晾衣架呢是个一体机，其实一体机呢最好安装了，因为这些组装杆子了什么的都不用，厂家都组装好了。不过我们拿上去的时候比较重，两边的挡杆呢都有2个螺丝固定，刚开始都没看到。安装前呢先测量孔距，这个孔与孔之间呢是16公分。横向总宽度孔与孔距呢是1.12米。有了孔距尺寸的数据呢，我们到顶上就可以画线分钟了。现在客户是把顶吊好了，那几天都没有吊顶，让我过来先装这个晾衣架，说吊顶他们师傅自己吊。我心想，我吊好了晾衣架，你到时候还不得拆吗？我就告诉他，你先吊吧，吊好我也能装。根据这个槽的总长度、总宽度取出一个中心点，然后以中心点向两边去分尺寸，就是晾衣架刚才我们量的尺寸。画线呢，全部都是以分钟的方式来画。如果有样板的话，直接上样板也可以，因为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，擅长用哪种就用哪种。像这种石膏板吊顶呢，我们正常安装呢，用吊杆也是可以的。不过我发现这个吊顶的师傅呢，在里面做了木板，可见里面已经预买好木板了。那么我们安装就轻松多了，都不用打吊杆了。客户说吊结实一点，我就在包里呢给他找了这么几条安装浴室柜的螺丝。虽然这个螺丝没有膨胀螺丝那么粗，但是这个螺丝吊晾衣架那是妥妥的，足够了。因为这螺丝比我们木工螺丝那要粗得多呀。首先呢，我们先在一边固定上2条螺丝，这个螺丝不要拧太深，留个大概1.5公分到2公分。这个在我们安装晾衣架的时候，可以斜着就插进去了。另一边呢，我就先拿这个螺丝套一个孔，一会儿我们拧的时候呢，要拖着晾衣架，所以有一个孔的话，拧的时候更好拧。螺丝固定好，现在我们就上这个一体机了。这个一体机就是比较重一点，因为是带着杆的，不过比较省事儿。我们安装的时候呢，这些杆都不用我们组装了。安装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要把这个墙磕了碰了，小心一点。另一边呢，我们预留好1.5公分，直接插进去。这边的螺丝孔我们就套好了，所以上螺丝直接拧就可以。但是两边都不要拧太紧，先搭着就行了，因为我们要接电源线。现在我们要通电，把这个衣杆呢放下来，因为晾衣杆呢会碍事儿，我们接线不好接，所以先用插座给它通个电，把这个衣杆呢放下来。放下来以后呢，我们好操作，空间足够，然后我们再接电源线。电源线接好了以后，我们再把这4颗固定螺丝呢重新给它上紧。上紧之前呢，像这种一定要把左右给它分匀了，要不然就感觉不对称。这种一体机的安装其实就这么简单。这厂家都是一个个好的都不学，你看有一个厂家不套这个圈圈，后面的厂家都跟着都一模一样，都不套，这都得我们自己套。好多师傅这个对吧，出手操活啊，这就套不上去，太难了。业主试了2下，套不进去。不过我套这个圈圈已经好几年的经验了，已经熟能生巧。刚才我们拆这个螺丝感觉挺简单，重新要拧上去的时候有点难度。不过整体来说，这个吊顶和配合这个晾衣架还是很完美的，完全隐藏。这个衣架的语音功能也很强大。全部脱圈，知道了。打开消毒，架上升，关闭照明，关闭消毒。
我们安装的时候，很多业主都问，这个杆难道都是手动的吗？有没有用遥控器或者语音的，它可以伸出来的？厂家们，这就是机会呀！客户的诉求我都告诉你们了，你们赶快研发吧。安装好了，已经调试完了，收拾工具准备撤离了。正准备要走了，客户说帮忙把这个冰箱给抬下来吧。外壳呢，他们已经拆掉了，现在是下面这个泡沫底座。这个冰箱实在太大了，2个人抬都抬不动。现在家家户户都这么大的冰箱，感觉放2头猪都没有问题。哎呀，终于是弄下来了，帮个小忙不人为乐，哎，这何尝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呢？此时此刻，业主嘴角上扬，那咱的5星好评是不是也就妥妥的了？